好，大家好。那我今天跟大家带来一款长发的修剪啊，跟一款长发的造型。那这款长发呢，其实分区还是一样的，很简单的。我们是一个3分区，从我们顶点，从顶点的地方分成2份，1份、2份，这是2个区，在后部的位置是1个区。那我会剪一个稍微偏高一点的层次呢，剪一款长发，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我分的是第1个区啊，第1个分区。第1个分区是从我们前侧点的3根手指的位置，一直到我们的耳前点的位置，是我们的第1个区。那我们就开始第1个区的修剪啊。好，那我们开始设定我们的一个，从中间开始设定我们一个刘海的长度。首先呢，中间3根手指的位置还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刘海区，中间3根手指的位置。看到我们的一个刘海区，刘海区的头发把角度拉高提起来，先去定第1刀的长度，角度垂直于地面，垂直于地面啊，垂直于地面。好，我们先剪的第1刀呢，只是先把长度去把它剪掉，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长度是不是你要的一个长度，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上期的几个视频所说的。我首先第1个问题是我的这里的长度定到下巴，那我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在我的嘴角？我定到我的嘴角，我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在我的鼻尖？是不是以卷去设定头发的长度？好，现在我的头发呢是在下巴的地方，但是我起来了之后呢，它肯定是在嘴角。我觉得它的脸型比较小，所以它的脸型比较小的情况下呢，我希望把它的刘海剪得稍微再短一点点。好，这是我们的设定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好，那我现在再去设定一下它角度，同样的还是拉高我们的角度啊，还是一样的，同样的去拉高我们的一个角度啊。好，找到我们要的长度，剪掉。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放下来去做一个对比。这个时候我的头发呢，基本上是在我的嘴角的地方，你看到没有？在我嘴角的地方，但是我一弯过来的时候，刚好是在我的鼻尖的地方。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的设计点。好，设计好了我的导线了以后呢，这是我的第1刀导线。设计好了我的导线之后，把后面的头发呢直接带到我们前区的这个地方的长度一样的，平行于地面，去把这里的头发剪掉。这样得到的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层次会偏高一些，但是呢，我们下面的头发可以保留了一定的长度。同样的，在这根面上面，同样的在这根面上面。去把头发剪掉。好，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头发。你可以看到你的头发这样剪完之后，变得很柔和的一个边缘层次，非常柔和的一个边缘层次。同样的，在我们这边的头发也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找到我们前区的头发，角度拉高，角度拉高，同样的慢慢连接过来，慢慢连接过来，找到我们的导线，找到我们导线，继续。好，角度拉高，这样可以保持我们下面的一定的长度，而得到一个高角度的一个边缘层次。好，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头发。好，我们把头发梳好，看一下我们的头发，得到一个非常柔和的一个边缘层次，加上一个刘海的长度。好，那我们现在这样第1个区剪完了，剪完了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很柔和的一个边缘层次，加上我们的一个刘海的长度就全部设定好了。现在可以看到我的刘海是不是在弯起来的时候，刚好在我的鼻尖的这个地方，这就是我要的一个弯度啊，是我要的一个弯度，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边缘层次啊。好，我们先剪的是层次啊。好，那我们第2个区呢，就从我们的顶点开始到我们的耳上点，这就是我们的第2个区。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就是你第2个区能覆盖到第1个区。为什么要覆盖第1个区？因为第1个区我们是高层次修剪的，高层次修剪了之后，整个头发就会变得比较轻柔。那我们第2个区的时候去修剪它的时候呢，一定要覆盖它，才能给它一定的量感的空间，所以产生一个叠加的一个层次啊。好，那我们看一下，从我们侧面的角度去看一下啊，你从前面的第一根头发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当我把头发提起来了以后，你会看到这就是我们的长度。如果我以这个长度修剪，我的头发就会剪得很薄，剪得太薄。好，那我如果说把头发的长度放长，刚好这个长度可以覆盖它的一个长度的时候，
那这个头发呢就会偏的比较，它有一个覆盖的一个功能，它可以把头发的轻柔感做出来，但是它还有一定的亮感。所以在第二个区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覆盖它。覆盖它的时候，第一个，你把这里的头发去做个预算，比如我把这里头发提起来，看着提起来以后，好，我的头发长度在这里，我用手比一下，刚好是在这个地方剪掉，这是你第一个你要去思考的。那第二个思考的什么样子？那我拿一束头发下来，直接跟这里的头发去做一个过渡的连接，看到没有？是不是就覆盖它了？覆盖它了以后呢，那这里是不是有一根长度？我以这个长度为主，提起来，你以这个长度看到没有？以这个长度看到没有？把它剪掉。好，剪掉了以后，你看一下，放下来，是不是刚好就把这里的头发就覆盖住了？再以这里的导线，还是一样的，顶部剪一刀平就好了。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当我把这个结构拿出来了之后，你会发觉一个问题，是不是相当于一层头发、两层头发？是不是有两层头发？刚好是一个覆盖的一个直行的切口。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导线是不是有了？有了以后，我们还是一样的，很简单，你就站到这里，找到你上面的这个导线，直接一刀平切掉就可以了。同样的，角度拉高，角度拉高，看到没有？角度拉高，看到这个导线了，看到这个导线以后，直接切掉，继续，角度拉高，你要在顶部的这一个面上去切一个方形的切口就可以了。方形切口主要的给我们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保留我们下面的一定的长度。好 ，OK，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头发，你看一下头发同样的覆盖下来了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子？很好的一个边缘层次，是不是很好的一个边缘层次，也比较柔和的一个边缘层次？好，这一层剪完，再开始这一边的头发。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方式啊，同样的手法，角度拉高，你一定要看清楚你的导线啊，你不要看到你前面的导线了，看到前面导线，那你的头发就出问题了，一定要看到你的侧部的导线，侧部的导线啊。好，继续，你看这样剪头发呢，你会感觉到特别的快，很快就可以完成掉，很快就可以完成掉。好，继续，角度拉高。人的站位看到没有？一定站到后面的角度上面，站到后面的角度上面，慢慢去把它放下来。好，再去看一下我们的这里的头发，同样的，你可以看到你的头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边缘层次。那我们再去做一个交叉的检查。好，我们是在一个直角，在一个高角度去把它修剪的。那我们再平行拉出，再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外线，把它切得更干净一点点啊。好，平行拉出。找到多余的不干净的毛毛乳，好，第一刀，第二刀，同样的找到我们不干净的毛毛乳的地方，角度同样的平行拉出，看到没有？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柔和的干净的毛毛乳，去把它剪掉。好，继续，好，模特头往这边侧一点点，对，好，继续我们的头发，看角度同样的平行拉出，看到没有？你会看到有一点点不干净的毛毛乳的地方，去把它切平掉。这样子我们的外线就会更加的干净，更加的干净，看到没有？可以看到啊，这个角度特别的干净。好，我们再开始这边的头发，同样的我们在这边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角度，看到没有？平行拉出，平行拉出以后，你只要检查一下有没有不干净的毛毛乳。人的头位记住往那边侧一点点，人的头位往那边侧一点点。好，继续我们的头发，好，平行拉出，看一下有没有不干净的毛毛乳，轻轻的去点一下。这个动作是要你什么？只是要你去检查一下不干净的地方，不是要你去把头发剪短掉，你只要去把头发不干净的地方去把它处理掉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你会看到你的头发修剪呢？检查一下呢，就会看到你的头发的一个边缘层次特别的柔和，也特别的干净了啊。好，那我们的第二个区就剪完了啊。好，那我们的前面两个分区就剪完了之后呢，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三个分区。第三个分区也是比较简单，从我们的黄金点，好，顶点到我们的枕骨点的中间的这个点啊，从我们的黄金点开始，从黄金点慢慢分下来，好，就拿了我们这一束头发。这边也是一样的，从我们的黄金点的地方，同样的
分下来到我们的转角的位置，全部把它分下来到我们转角的地方。好，这个区我们就分出来了。分出来了以后呢，同样的方式啊，还是一样的，我们修剪的方式是同样的方式，还是一样的，把头发往前梳，往前梳，把头发梳好，同样的，找到我们前区的第一根头发，也是一个覆盖的面，找到我们前区的第一根头发。好，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前区的这根头发，是不是？找到这根头发之后，直接开始把它剪掉。剪掉了以后呢，这个地方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导线，还是一样的，从这个导线的位置呢，开始去修剪我们的头发。好，导线有了以后呢，同样的，把头发分开了以后，同样的方式啊，好，头发梳好，同样的方式，找到我们这根导线，同样的角度拉高，找到我们开始的设定的这根导线，角度提起来，看到我们这根导线了以后，开始剪掉，好 ，OK， 继续，角度拉高，好，继续，把我们后部的头发呢，带转角的位置的头发呢，同样的提起来，角度拉高，在一个面上还是一样的，我们剪一条方形的一个线条，角度拉高，继续，不要贪剪，你的每一片头发呢，一定要把它梳得比较均匀之后再去修剪。好，同样的角度拉高，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放长了我们后面的一个长度，得到了一个很柔和的，还是一样的，得到一个很柔和的一个边缘层次。好，继续我们这边的头发，同样的角度拉高，找到我们侧面的这个长度，角度拉高，好 ，OK， 找到了我们侧面的这个长度，找到了长度以后，再开始修剪，继续，角度拉高，好，一样的，找到我们侧部的长度，头发一定要梳顺，角度一定要带起来啊，你的手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你就不要贪剪，你慢慢的把它剪掉就可以了。好，角度拉高，找到我们这里的导线，还是一样的，慢慢切掉，好，继续，最后一片头发，角度拉高，同样的，好 ，OK， 再把我们的头发梳下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头发也是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边缘层次。好，我们从侧面去看它，非常明显的一个边缘层次。很柔和，又放长了下面的一个边缘层次。好，我们从侧面可以去看到我们的头发很柔和的一个边缘层次。那我们的第3层的头发就剪完了，你会发觉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得到一个非常柔和的一个边缘层次，而且层次感会看得比较强烈，还保留了下面的长度。好，我们从侧面的角度去看一下，好，我的头往下面稍微低一点点，我们用头发去缩开，去看感受一下，头发去缩开，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个头发的一个形态，你会看到这里的头发是不是会往下低？你会看到这里的头发，看到没有？一个非常柔和的一个边缘层次。好，我们整个边缘层次剪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检查，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剪了3片了，对不对？那我们在这里的头发的时候呢，同样的角度，这个时候一样的角度拉低，拉低你的角度，你看角度拉低，
好，同样的我们去做一个检查，角度拉低，看到没有？是不是做了一个微微的什么一个检查，把多余的角跟毛毛乳的地方轻轻的去把它抹一下，但是你不要去剪短掉，你只要是抹掉它的一个边缘层次就可以了。在我们这边的侧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头发往耳上梳。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头发呢还是一样的去轻轻的去过渡一下，看看有没有不干净的毛毛乳，还有多余的角去抹一下。角度拉低，看到没有？慢慢的把不干净的一些毛毛乳剪掉，继续慢慢的把一些不干净的毛毛乳去修剪掉。那这样子的话，你会看到头发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晰的一个边缘层次就出来了啊，非常清晰的一个边缘层次就出来了。我们前面3个区剪完了，是不是就最后一个区？最后一个区的话呢，就很简单了。这里的头发呢，我们只要产生后面的你的这里的落点的层次要多少。因为后续的地方是决定后面的重量，所以不用去管前面的问题，前面已经全部剪完了。在后续的地方呢，想象一下，我把头发拿过来以后，是不是刚好它只是一个长度？所以在后续的地方不用去管前面的这个思考，你只要去把后续的这里的层次做到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从中间的这边开始，同样的，把头发梳起来，拉到一个水平面上。角度拉高，好，看一下我们头发的这里的一个长度，看到没有？看得到吧？这里的长度。好，同样的，我在这个地方剪的是一个不连接，我把这里剪掉了以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总长是这么长，我落下来以后，这里的长度层次，看到没有？它是不是有一个层次差？那这样剪完之后，是不是这里的头发的层次它还是属于稍微偏低一点点的，所以它不会那么的薄，所以我们还是要增加后面的重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选择的是一个层次的落差不要太大。好，大概剪这么多就可以了。好，这是我要的一个长度。好，剪掉，看到我的长度了啊，剪掉。好，同样的角度拉高，我们再去检查一下。角度拉高，平行拉出，对，角度拉高。好，拉高了以后，慢慢的去把我们头发切干净。好，剪完了以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层次的落差，总长落在这里，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层次。好，这是我们的第一片，继续我们的第二片，同样的第二片，以一个点去放射，以一个点，第一片的长度去放射它就可以了。好，角度同样是拉高，拉高我们的角度，提起来，找到我们前面的导线。好，找到我们前面的导线去把它剪掉，找到我们前面的导线去把它剪掉。好，剪完了以后，继续我们侧面的位置慢慢的连接过来，慢慢的连接过来，以一个点去放射它。同样的，头发一定要梳顺，从我们的根部的地方去梳顺。梳顺了之后，你的头发的角度一定是垂直于地面的角度啊，垂直于地面的角度。好，角度拉高，固定好我们的一个发片，就开始去修剪它。固定好我们的一个发片，就开始修剪它。好，继续，慢慢的延伸到最后一片，延伸到最后一片头发。基本上在这边的头发呢，你只是做了一个过渡啊，因为前面头发一定是短的，你只要把这个长的剪掉就可以了。你看我的头发是以一个点去放射走的一个圆形，以一个点去放射走的圆形。好，角度逐渐拉高，也是一样的，拉高，拉高，同样的不要贪剪，看有没有检查一下有没有不干净的地方。好，继续我们的头发梳下来，继续我们的头发梳下来。好，在我们耳后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最后一片的检查，最后一片的检查。同样的角度拉起来，整个头发还是一样的，在上面的一个面上面去做一个检查。角度拉高，拉高我们的角度。好，看一下有没有多余的长度，没有了，基本上是剪完了，看到没有？剪完了，没有了。好，那证明我们这一边的头发就已经剪完了。剪完了以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头发的层次
头发的层次还是一个比较偏低一点的啊，偏低一点的层次。这样子我们把头发放下来之后呢，这一半放过来之后呢，你会看到这里还是保留了一定的重量在后面。好，再开始我们这边的头发。好，那我们开始这一半的头发，同样的把这一半的头发分过去，从这一半开始，同样的一点放射，角度呢，同样的跟开始的角度是一样的，拉高我们的角度，看到我们的一个导线。好，角度拉高，看到我们的导线，把它剪掉。好 ，OK， 第一片剪完，开始我们的第二片，同样的，开始我们的第二片的位置，一点放射，人随着头型去走它，好，同样的角度拉高，好，看到我们的导线，同样的去把它剪掉。好，继续梳下来，继续我们的头发，随头型去走。好，继续。发根的头发一定要梳顺。有很多人呢，剪头发的时候呢，在长发上面呢，你的发根没梳顺的时候，你的层次还是会产生不同的一个状态啊。好，继续我们的头发，好，继续梳下来。好，到我们的耳朵的交汇处的地方，同样的角度拉高，同样的角度拉起来，找到我们多余的长度。好，最后一束头发剪掉了以后呢，在我们的头发慢慢的去过渡过来，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头发过渡过来。我们把整个头发后面梳下来以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前区的头发跟后区的头发产生了一个过渡的连接，也产生了一条很完美的一条弧线啊，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整个头发的层次就全部剪完了，那时候我们吹干再去修饰一下就可以了，轻轻的修饰一下就可以了。好，现在可以看到我的整个头发的一个边缘层次，包括我保留它头发的长度，还有整个头发的层次都会比较柔和。等一下我们在吹干的时候呢，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头发，再去轻轻的微微的去点剪修剪一下就可以了啊。那我们这款头发基本上就剪完了啊。好，那我们吹干看一下效果。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修饰啊，从我们的第一片开始，修饰，看到没有？它的头发的结构看到没有？是有一个不连接，1、2、3，对不对？我们只要把头发提起来，找到它的切口，做一个点剪就可以了。在点剪的时候，记住一个问题啊，头发不要点得太薄，我们要的是一个自然柔和的状态就可以了。好，继续我们的头发，一片一片的，继续做一个修饰。好，继续我们的头发，同样的角度，你只要把头发的每一片头发点均匀就可以了，同样的。好，继续我们的头发角度，好，可以看到我们的发尾在点过以后呢，我们的发尾会看到更加的柔和。好，整个底部的位置点完了之后呢，再开始我们上去的位置，同样的在上去的地方，角度在上去的地方。好，可以看到这边的头发就特别的柔和。好，抬起来，看得到吧？感觉怎么样？可以吗？好，整个头发也可以看到特别的柔和，就特别的柔和了。好，再开始我们这边的一个点剪的方式啊，还是一样的，同样的点剪，角度同样的，找到我们的头发的切口。好，第一片，一片一片的，一个区一个区的去做它。继续，第二片，
同样的，第二片。好，同样的顶区的位置，同样的提起来，找到我顶区的切口，去揉合它。好，整个侧面的位置也是一样的，就把它点掉了。点掉了以后呢，再开始我后区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在我后部的位置。好，同样的角度拉高，找到开始的切口，同样的找到开始的切口，角度拉高，去把发尾顶一顶。因为我们是平切口切的，稍微的去把切口破坏一下，让它产生更加的柔和，不要点得太碎。不用点得太碎，我们只需要去柔和一下它就可以了，继续，角度拉高，找到我们头发的切口，轻轻的柔和一下就可以了。继续，角度拉高，好，我们这一半的头发就点完了。好，再开始我们的另一半的位置，同样的找到我们的切口的位置，不用点太碎，找到我们切口的位置，同样的角度拉高，继续我们的头发。角度拉高，好，可以看到我们的头发经过我们的一个点剪完以后呢，我们整个头发就会偏的非常的更加的柔和。我们整个头发的发尾全部柔和了以后呢，我们再把头发分开了之后呢，我们再把顶部的位置的线条再去做一做就可以了。这个头发呢，因为我们是通过几个不连接剪完的时候呢，头发的量感已经被我们拿走了，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量去掉。好，我们从我们顶部的位置开始，从我们的根部一根尖一根，一根尖一根，做一个间隔式的去量，把我们顶部的位置呢，这里的量感呢做得更加的松动一点点，这样我们造型的时候呢，才有更多的一个空间的出来。1、2，对，间隔的时候是做一做，它就可以了。同样的，间隔的时候去做一做它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头发。当我们头发轻轻一顶的时候呢，你看在长发上面，因为长发的头发呢是最难去做到一个松散的，那我们这样的头发就很容易去松散掉长发。好，我们同样的在这边的头发也是一样的。好，点一下，放一下。点一下，放一下，做一个间隔式的一个去量啊，同样的角度提起来，点一下，放一下，点一下，放一下，也是一样的。好，同样的，我们在后区的位置也是同样的，点一下，放一下，点一下，放一下，做一个间隔式的去量啊，好，在后区的位置也是一样的，角度拉高，剪一下。放一下，剪一下，放一下啊，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头发非常的松散，非常的松散，看到没有？头发很容易就起来了，不用去点到发根，你只要记住一个问题，只要做一个间隔式的去量就可以了。最外面的一层的头发呢，那一根头发呢，还是一样的去保留它就可以了。好，我们整个头发呢去量就基本上就完成了，因为我们是做的一个不连接的层次，所以我们的头发呢不需要去太多的一个量感。好，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把头发分开，去看一下我们的鬓角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副刘海的地方跟我们的主刘海跟我们的鬓角的地方，可以看一下。那我们整个头发的顶部的位置呢，我们去把整个浮油感松散感去把它做出来了。做出来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做最后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的侧区的一个步骤。侧区的步骤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刘海，
加上我们的一个鬓角，我们把鬓角分出来，鬓角分出来了以后呢，把它放到耳后，放到耳后。这个时候我们鬓角呢可以稍微滑动，滑短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我采用的是一个削刀，因为削刀做出来的头发呢，它特别的柔和，跟尖锐，轻轻的去划一下就可以了，轻轻的去划一下就可以了。在我们侧部的位置呢，你只要把头发一分开，分开了以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的头发呢，轻轻的有一个微微向前冲的一个视觉就可以了啊，看到没有？主刘海跟这个鬓角。好，同样的在这边的位置也是一样的，我把我们的刘海分出来了以后呢，把我们的鬓角的位置分出来了以后，再把我们的鬓角位置跟我们的刘海的位置呢，做一个过渡的连接就可以了，你用削刀轻轻的这样一削，整个头发呢，它就会比较柔和了，好，再把头发分过来，这样通过我们造型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就是很好去造型它这一个鬓角的位置。好，把鬓角的位置单独去做完了之后呢，整个头发就结束了。那我们整个头发就剪完了之后，我们就是通过几个不连接的层次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边缘层次的一个长发。这样子的话可以省掉我们一个打薄的一个去量的时间，因为我们通过不连接的层次呢，把我们的量感就拿走掉了，而保留头发的一个长度。好，希望大家能学会这一款很简单的沙龙上面比较经常用的这款发型。好，我们等一下就开始做个造型，大家看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开始用电棒开始去跟头发微微的做个造型。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把我们的头顶的位置呢，轻轻的去把它拨动一下我们的一个发根的位置。同样呢，当我们的头发剪出了层次了以后呢，我们去顶我们发根的时候，它会很好的去做到我们的一个松散度。因为长头发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头顶的一个松散的感觉是最难做到的。好，那我们开始我们的一个头发开始，从我们的侧区的位置开始，同样的从我们侧区的位置开始，先把我们的刘海的位置去把它做好，好，刘海提起来了以后呢，电棒往前推向后走，这样子呢，我们的刘海的位置呢，它会有一个弧度，有一个微微的弧度。好，有了弧度了，我们以后呢，再开始我们的鬓角的位置。这是我们开始剪那个鬓角的位置，一样的向前推，电棒向前推完以后，让鬓角的位置轻轻的往前冲的一个感觉，这样子是不是有一个相反的方向？好，再在我们后区的地方就很简单。那我们在我们的后区的位置，发尾向后，我们要的是很自然的状态啊。当然，你如果说你喜欢要顾客卷一点，那你可以做卷一点，反正时间久一点点。我们主要是要以自然的感觉为主。同样的，电棒向上，慢慢卷进去，慢慢的卷进去。我们只要到发尾的位置可以了。我们主要是让发尾的位置呢产生一个大的弧度，不需要有太多的卷。我们只要产生一个大的弧度，也是一样的，慢慢的向后面过来，同样的角度，慢慢的卷进去，慢慢的过到发尾。从发干的位置卷进去之后，慢慢的拖到发尾的位置，慢慢的回来，你会发觉一个头发弧度很大的一个弧度。那这种弧度的话呢，你在摇它的时候呢，它可以自然的，看到没有，很自然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视觉，看到没有，它比较凌乱的感觉。好，同样的我们最后一片，在侧区的位置最后一片，同样的再看一下我的手法，从我们发干的位置进卷进去以后，慢慢的看到没有，慢慢的往发尾拖。同样的，从发干的位置进卷，慢慢的进卷，慢慢的往发尾，慢慢的过渡下来。你会看到我们的发尾的位置呢，它会有一个微微的很大的弧度。现在我用的电棒呢，你看到没有，很微微的感觉。现在我的电棒呢是用的一个32号的电棒，头发是比较偏长，你可以用38号的会更加的自然，但是我是用一个32号的电棒把它做到一个38的效果啊，32号的电棒把它做到38的效果。好，同样的在顶部的位置呢就很简单了，也是一样的，把角度拉高，看到没有，角度拉高，电棒向前，角度拉高，电棒向前，角度拉高，电棒向前，看，慢慢的，好，松掉了以后呢，慢慢的头发让它过渡下来，这样一个线条的感觉。好，在后部的这一半的头发也是一样的，角度拉高，从我们中间的位置开始进电棒，也是一样的，中间的位置开始进电棒，
进电棒之后，慢慢的看到没有，拖到我们的发尾。我们所有的头发不是从发尾卷进去，我们从我们中间卷进去，慢慢的到我们的发尾的位置。好，这样子我们的发尾有了流向了以后呢，好，这样子会造成了我们头发做了一个连接的过渡。连接的过渡做完了以后，我们再在中间的位置，头发中间的位置提出来，在我们中间的位置，这是我们中间的位置，再开始我们的头发，看到没有？电棒压进去，慢慢的发尾还是一样的向上，慢慢的发尾向上，造成我们中间的有一个稍微的一个挑束的一个结构在里面。好，慢慢的也是一样的，慢慢的旋转过去，发尾向上，只要中间有一点点就可以了，不要太多。我们要的还是一个以自然的状态为主。好，现在可以看到我在侧面的位置呢，在我们侧面的位置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头发的一个结构，很自然的一个舒缓的感觉。我们顶部的位置也是一样的，好，去找一下你没有去做到的一个挑束的一个发尾的位置。哎，对，我们只要头发松散，看到没有？松散的感觉。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造型呢，我们主要是以自然的线条的感觉，凌乱线条的感觉为主。我们不需要把头发做得太卷，不需要把头发做得太卷，我们只要这种松散的线条就可以了。好，这一边做完了，我们开始另一边的位置。同样的，我们把刘海这个地方轻轻往这边去撇一下。好，那我们的刘海的位置呢，看到没有？向后走，向后走一个方向。走了一个方向以后呢，再开始我们的一个鬓角的位置，同样是我们鬓角的位置。电棒平行进去，从侧部的位置进去，进去了以后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去把它做一个往前冲的一个鬓角啊，还是往前冲的一个鬓角，还是一样的比较柔和的一个状态。好。把鬓角做完了以后呢，开始我们的侧面的位置也是一样的，电棒反着进去，慢慢的往下拖，从我们中间的位置慢慢的过到我们发尾的位置。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发尾的位置呢，轻轻微微的有一个微微的弧度。同样的，在我们的第二片耳后的地方，同样的手法，从中间进棒，慢慢的往下拖，慢慢的，很舒缓的感觉，慢慢的往下拖。不要发尾做得太卷，我们只要是微微的自然的状态就可以了。好，从我们耳后的地方也是一样的，慢慢的微微的向下。好，我们看一下头发的发尾呢，只要微微的有一个纹理就可以了。好，继续我们后面的头发，同样的角度拉低，从中间进棒，慢慢的进去，在我们的发尾的位置。好，只要看到发尾有一点微微的这种弯度就可以了。好，到我们的上面的地方。同样的，到我们上去的地方了之后呢，把角度也是一样的拉高我们的角度，电棒平行进去，在我们的发尾的位置慢慢的做一个发尾的一个流向啊，做一个发尾流向，平行键电棒从中间开始，慢慢的发尾做到我们的一个流向。好，我们发尾只要微微的一个纹理感就可以了，不要有太多的卷，微微的纹理感。同样的角度拉高，平行进电棒从我们中间的开始，慢慢的从水平一直贯穿我们的在上面的一个水平面啊，慢慢的下来，你会看到我们的头发的发尾只要微微的有一点弯度就可以了。好，整个头发的后区也是一样的，提起来，整个头发的后区角度拉高，同样的角度拉高，慢慢的从我们的发杠到我们的发尾，慢慢的从我们的发杠到我们的发尾。好，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发尾的位置呢，基本上的纹理都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在中间的位置也是一样的，从发杠的位置慢慢的过渡到我们的发尾，增加中间的一个力量感在里面啊，不需要做太多，我们只要中间有一点微微的一个支撑就可以了。在后部区的这个地方呢，同样的在后部区的地方也是微微的去做一个支撑就可以了。好，整个头发呢，我们再把头发放过来，把整个头发再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我们的头发呢，纹理非常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等一下我们再打点精油，慢慢的去把它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好，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感觉，看一下我们的侧面的一个感觉。整个头发呢，我们再把头发这样去轻轻的微微的去调整一下，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后面的头发的松散度跟我们侧面的这个纹理的状态，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线条的这种味道啊，不是要做太卷。记住，我们这款头发不要做太卷，当然你也可以做卷，但是我要做的一个比较轻柔的一个线条的感觉。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头发打理打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开始打一点东西，轻轻抓一下，去整理一下。因为所有的头发呢，它是一个电棒的打底，最终呈现的还是要靠我们抓一点点精油啊、发蜡啊，慢慢的去调整一下。
好，那我们就开始调整。这个时候我的手上轻轻的刷了一点点发蜡，轻轻上了一点发蜡啊，不用精油，只用发蜡。再开始我们的头发呢，从我们的里面的头发看到没有？从我们里面的头发开始，到我们的发尾的位置，慢慢的去穿透它。好，再照我们的发尾的位置，从下往上去捏它，从下往上去捏它，最后再到我们的刘海的位置的发根、发尾都要去打到。打掉了以后呢，再把头发往前面一放，往前一放，往前一放。放了之后，我们把刘海去调整出来，刘海轻轻的、微微的去调整出来，微微的把我们的鬓角的位置呢也轻轻调出来。好，把我们这里的头发轻轻整理一下，这里头发就是要凌乱一点点，你不需要去把头发做得太规则，因为这样拍照的不是特别好看。我们只是要把刘海的位置、刘海的地方，还有我们侧部的地方，还有我们整个结构的地方把它做出来。好，在最后把我们的发根的位置轻轻的去做一下挑竖的位置，等一下我们就去拍照的时候呢，它的视觉感就会比较好看，它就比较好看啊。那我们整个头发呢，把根部的位置也去调整一下。好，调整完了以后呢，你又看到整个头发的结构跟它的一个松散感。因为我这款头发呢，我想表达的就是一个线条的松散是怎么样做到的。因为通常我们在直头发的时候，在长发的时候特别的重的时候呢，你很难做出头发的一个线条。那这个时候呢，通过这种修剪的方式，加上我这个电棒的这个造型的手法，你是不是可以达到头发很通透的一种线条的那种呈现？好，希望这款头发呢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发啊，回去可以去试一下。当然呢，如果你想把它做得卷一点，让时间管得更久，你也可以做很多手法。那手法后面我们会一一教的啊。今天我们做的就是这种空洞感的这种线条的这种手法是怎么做到的。